嫂子怀孕7个月，突然说要我爸妈给她转50万做生育保障，不然就去医院打掉孩子。父母抹着泪来找我，说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，但又不想嫂子将孩子打掉。巧的是，前不久在饭桌上，我曾透露自己工作多年存了50万。看着父母满面愁容，我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好吧。”他们大喜过望，眼巴巴等着我给他们转钱。去银行那天，我却将车停到私立医院楼下。在他们疑惑的眼神中，我痛心疾首地说：“我已经联系好医生了，技艺精湛，嫂子打胎手术想必会很顺利。自从嫂子嫁进来后，就看我不顺眼，不是拐着弯子嘲讽我，就是给我使绊子。我吃饭的时候多加一块肉，嫂子就开始甩脸色，阴阳怪气地说：肉就这么点，多一个人在这，吃进嘴里的就少一点。明明他才刚刚霸占了面前的红烧肉，吃了一大半，那会儿也没顾及旁人的意见。我洗澡超过5分钟，他必然会用力砸门。我开门晚一点，他就会在门口气急败坏地叉着腰骂我：“你洗澡要洗那么久啊？不知道水费贵吗？霸占卫生间这么久，真自私。”他和大哥住的是主卧，有独立的卫生间，压根就用不到家里公用的卫生间。周末我躺在家里想睡久一点，他肯定会板着脸叫我起床，义正言辞地说像我这么懒以后肯定没人要。可是他平时都是睡到中午才起来，一到周末反而就起很早。我气不过找我妈反映，谁知妈妈欲言又止，看了一眼嫂子，叹了口气说：“你嫂子远嫁过来不容易，你就让她吧，她就是脾气大一些，总不能让她嫁到我们家受委屈，你多包容一点。”说完，将刚切好的果盘放在嫂子面前，嫂子戳了一块放进嘴里，挑着眉看向我，眼里满是得意。我突然觉得，自从嫂子进了这个家门，爸妈无条件偏向大嫂，什么都只会叫我忍让，家里的一切就变得好陌生。我干脆在公司附近租了房搬出去。搬出去的时候，嫂子就迫不及待地打量我的房间，满意地说：“采光不错，以后有孩子了可以做儿童房。”从此我只有周末和过节才会回家吃饭。即便如此，嫂子要是见到我空着手到家，嘴上也会冷嘲热讽一番。没过多久，嫂子怀孕了，她还特地跟我炫耀说：“我最近这么喜欢吃酸，肯定怀的是儿子。”爸妈高兴坏了，酸枣、酸杏、酸萝卜，任何跟酸沾边的东西都买回来做给嫂子吃，就连做饭不是做酸菜鱼，就是酸汤牛肉。不仅如此，嫂子提一嘴想吃燕窝、鲍鱼、海参，我妈都毫不犹豫地买回来。只要她高兴，什么要求爸妈都会同意，捧得嫂子越发膨胀得意。上次我回家吃饭，讨论到最近房价开始下降，不小心透露自己手头的钱刚好够付一套2室1厅的首付，以后就不用再在外面租房。话音刚落，嫂子脸色一变，立马把筷子扔了，粗暴地推开椅子，黑着脸回卧室。大哥在一旁不明所以，还关心地问道：“怎么突然就不吃了？饭菜不合胃口吗？”嫂子没好气地说：“不吃了。想到这个家把我当外人，我就一肚子气，哪里还吃得下？”说完，重重地关上门，留下我们一桌人面面相觑。没过多久，爸妈就一脸无奈地来找我，问能不能借他们50万。我疑惑地看着他们，爸妈怎么突然要50万？爸妈退休后每个月都有退休金，我们这里的消费水平不高，每个月都绰绰有余。虽然嫂子嫁过来的时候突然狮子大开口，彩礼从18万突然涨到38万，加上当初买这套房掏空了他们的积蓄，但家里现在也没有其他花销大的地方。
我紧张地问他们，是不是生病了，身体哪里不舒服？妈妈摇了摇头，爸爸沉默着一言不发。我急了问，到底怎么了？你们怎么突然要用这么多钱？妈妈皱着眉头说，上次吃饭的时候，你不是说攒了50万吗？你嫂子听到了，以为你搬出去后，我们一直在背地里悄悄接济你，所以你才有这么多钱。你走后，她在家发了好大的脾气，说现在怀孕了，要50万做生育保障，不然就去医院打掉这个孩子。孩子都快要生了，怎么能去打掉？可是我们又掏不出50万，我们想豁开老脸找亲戚借，对方一问，我们要借这么多钱干嘛？我也不好意思开口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只好过来找你借。我心下了然，爸妈的退休金只是够花，大哥工资一个月也只有6000，嫂子自从嫁过来就没有工作过一天。我借给他们，几时还得清，说是借，实际上就是给。见我无动于衷，妈妈给爸爸使了一个眼色，爸爸连忙从身后拿出一个饭盒，说：“看你都瘦了，最近工作肯定累坏了。我做了几样你最喜欢吃的菜，现在趁着还热，赶紧尝尝。”我嚼着往日觉得十分可口的饭菜，现在只觉得味同嚼蜡。在他们期盼的目光中，我不想让他们夹在中间为难，点点头，无奈地说：“好吧，那等我有空一起去趟银行。”爸妈果然立马高兴起来，爸爸激动地搓搓手，一脸期待地说：“那你什么时候有空？你看你大嫂肚子里的孩子都7个月大了，可不能等了。”妈妈一把爸爸推开，说：“哎，先等女儿把饭吃完。你猴急什么？”我低头吃饭，没有看他们，说：“下周吧，下周末我有空，到时候直接去找你们。”话一出，他们彻底放松下来。正当我以为没什么事了，只见爸妈对视了一眼，妈妈犹豫了一会儿，开口说：“安安，你能不能回去跟你大嫂道个歉？”我不由得停止嚼嘴里的饭菜，震惊地看着他们。爸爸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这不是你上次吃饭的时候说有存50万吗？你嫂子觉得我们把她当外人，要不是你说漏嘴了，她这辈子都不知道。现在在家闹绝食，说不好，好说清楚这件事，她就不喝一滴水，不吃一口饭。等会儿你吃完饭就一起跟我们回去，好好跟嫂子道歉。”我一下就不乐意了，钱都说好要给她了，凭什么要我道歉？又不是我欠她的。妈妈一看我脸色不对，立马找不说：“哎呀，你嫂子就那脾气，她吃不吃也不要紧，就是她肚子里的孩子不能饿着，你就带首饰礼盒回去，就当是道歉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”我气不过反驳说：“我自己存多少钱关她什么事？怎么她一哭二闹我就要低声下气的去求和吗？这是什么道理？我不去。”我妈一下子就急了，说：“你这孩子，你大哥从小就疼你，你不考虑一下，大嫂也要想想大哥难做。现在嫂子不肯吃饭，她在家正着急上火，你忍心吗？”我不由得心软。虽然自从嫂子嫁进来后，爸妈就开始无理由偏心大嫂，但大哥也会顾虑到我心里难受，每次遇到不公平的时候，都会打电话发信息劝解我，所以我跟大哥现在的感情反倒是越来越好。我只好点头答应。回去的时候，我在楼下超市买了点水果，准备提上去，没想到妈妈一把接过水果，着急地说：“就这点怕不够吧？”“不够。”我看着手里的应季大榴莲、进口的香印青提，还有秘鲁大蓝莓，这些都是贵价水果，平时我都舍不得买来吃。妈妈笑着搓了搓衣摆，凑近说：“水果这些平时我也没少给她买，就是她之前一直念叨想要个金项链。我想着她怀孕辛苦，要个项链也不过分。之前我和你爸去商场看过了，
随便时髦一点的金项链都要5、6千，有点太贵了。我们退休金只够一家4口平日开销，实在省不出来那么多钱。你戴的项链就挺好看的，要不你先借给嫂子戴戴，等她不喜欢了，我再拿回来给你。我愣怔着看向妈妈，心里渐渐泛起酸楚。这条项链是我之前生日的时候，觉得自己这么大了都没有什么首饰，咬牙买了一条。当时我跟她说的时候，她还夸我眼光好，项链很衬我。没想到转眼就替大嫂打起了主意。在她殷切的目光下，我只好摘下项链递给她。妈妈立马喜笑颜开，推开门正看到大嫂靠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地上的果皮和瓜子皮撒了一地。看到我进门上下打量后，白眼一翻，起身进了卧室。我扫了客厅饭桌上吃剩的饭菜一眼，转身看了一眼爸妈，他们尴尬地笑了一声，很有默契地不敢看我。我走到沙发上坐下，妈妈快步走到卧室敲门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娇丽，安安这次回来跟你道歉的，给你带了喜欢的水果。”嫂子的声音从卧室传出来，带着怒气和不满说：“就那点水果想打发谁？”妈妈陪笑着说：“还有一条金项链呢，你不是之前一直念叨着要买？你出来看看喜不喜欢？”这时卧室门很快就开了，嫂子看到眼前明晃晃的项链，脸色缓和了几分，冷哼着说：“一条项链都要我说那么久才买，早该给我了。我肚子里的可是你们家的大孙子。”妈妈笑着说：“是，你怀孕辛苦，有什么想吃的，我等会儿就给你做。”大嫂摆弄着项链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我哪有资格点菜啊？这个家就我是外人，有什么好的香的都瞒着我。”见到大嫂这样说，妈妈讪笑着说：“这怎么会？你嫁过来就是我们家的人了。你上次不是说要50万做生育保障吗？我们已经给你凑齐了，就是安安给你的。她说下周有空了就一起去银行转账。”嫂子惊喜非常，跟我确认道：“真的？”我看向她，点点头。这下嫂子终于高兴了，眉开眼笑地说：“我要这生育保障不是为了我自己，这也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着想。你们想想，现在的孩子个个都那么聪明，要是我的孩子没有赢在起跑线上，要是不从小给他喝高级奶粉，上辅导班，各种兴趣班，那他以后别说考大学挣大钱，连个好一点的高中都上不了。这孩子也是你们王家的孙子，我为他考虑，也是为你们王家考虑。”爸妈不住地点头赞同。我看着他们捧着嫂子，生怕她有一点不顺心的样子，实在待不下去，起身走了。刚走到楼下，正撞见下班回来的大哥。大哥连忙拦住我，关心说：“怎么不吃饭就走了？”我想到今天发生的事，肚子里憋着一股气，冷着脸说：“哪里吃得下？家里还有我吃饭的位置吗？不都是大嫂说了算？”大哥叹了口气说：“他要生育保障这事我也不支持，但他非要以肚子里的孩子做威胁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刚才看到老爸信息，说找你借了50万给你大嫂，你放心，这钱我肯定会还给你。趁着孩子还没有生，我明天开始晚上去跑滴滴，多少能赚点。我知道你工作很辛苦，这钱也是你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，以后你随时回家，这个家都是很欢迎你的。”我看着大哥的身形比上次见到他的时候明消瘦了几分，想来也是为了未出世的孩子正卖力打拼。之前也听妈妈说过，大哥特地跟公司申请年后去外地工作，为的就是工资能够高一些。想到这里，我不免开始懊恼，后悔刚才发脾气走出来，没有体会家里的不容易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说：“一家人就不要说两家话，这钱我也不着急用，
你也别太辛苦了，我公司还有事，临时叫我回去加班，就不吃饭了。你跟爸妈大嫂说一声。”本来按照计划是下周和他们一起去银行转钱，但是最近公司开始进入旺季，我这个销售就越来越忙，经常下班了还要加班处理客户的订单。公司更是发布了新的规定，为了服务好每一位顾客，暂时将双休改为单休，后续会将假期再统一补回来。我每天在公司忙得昏天暗地，直到周六一大早，妈妈给我打了好几通电话，我才想起今天要去转款的事。我接过电话，妈妈的声音劈头盖脸向我砸过来，她着急地说：“你怎么都不接电话？你不是说今天我们一起去银行的吗？怎么都快中午了还没有过来？我们从早上就开始等着你，电话不接，短信也不回，是不是反悔了，不想转钱？我跟你说，可不能这样。你大嫂就等着这笔钱，要是没有这钱，她可就要去医院把胎儿给打掉了。”我不由得将电话放远了一些，等到妈妈撒完怒气后，我才跟她解释说，今天公司加班，我在公司还有一堆事要忙，暂时去不了银行了，明天再去吧，反正也不差这一天。妈妈在电话里没完没了，说：“不行，说好了今天，你大嫂这2天刚高兴会儿，今天因为你没有来，又在家里发火了，说你不守信用，这怎么有利于她安胎？”这时，隔壁工位的同事突然凑过来，说经理让我去办公室一趟。我赶紧打断妈妈说话：“妈，先不说了，我要忙了。”挂了电话进办公室，经理一脸笑意地看着我，说：“云安，看你这一周都在公司加班到凌晨，肯定累坏了吧？刚才客户打电话过来，说天气原因航班延误了，今天估计是到不了了，下午的会议就取消了，你就回家好好休息吧。惊喜来得太突然，这一周忙得周身酸痛。下午正好可以去中医馆按一下肩颈。”刚走出门的时候，想起刚才妈妈打的电话，说嫂子正在家里发火，闹得不可开交，还是不去按摩了。赶紧调转方向盘回家，把事情解决了才好。到家门口的时候，刚想敲门，发现门只是虚掩着，他们聊天的声音传出来。妈妈生气地说：“不是说好了今天回来转钱吗？怎么突然就加班了？是不是反悔不想赚了？”爸爸迟疑地说：“不会吧，应该是工作忙吧？他不是说明天转吗？大海，你不会跟你妹妹说漏嘴了，准备拿这钱去换新车的吧？”大哥啧一声，不耐烦地说：“我这么聪明，怎么可能说漏嘴？再说了，我妹那么笨。要是说漏嘴了2、3句也能圆回来，我在他眼里可一直都是好大哥形象的。”大嫂不乐意地说：“本来这钱就应该是你的，她一个没嫁人的女儿，有什么好的肯定都要想着家里。她不主动给爸妈转钱就算了，居然还想拿这钱去买房。”接着语气里有几分得意说：“还不是靠我闹，让我做这个恶人。不然他会那么爽快说转钱。我跟你说，明天钱到手，我马上就去金店买个大金镯子。”大哥无奈地笑笑，语气里没有丝毫责怪，说：“好好好，还有你一直想买的衣服、护肤品，我通通都给你买上。”妈妈语气里还有些许疑惑，说：“怎么平时都不加班，偏偏要转钱，这天就加班了？要不我们现在去他出租屋看看，确认里面是不是真的没人？”我全身僵硬在原地，本想推开门的手慢慢收了回来。我还以为我和爸妈、大哥是一家人，他们遇到什么困难，每次找我，我都毫不犹豫帮忙。这次说大嫂因为生育保障在家里闹，我犹豫一下，也愿意把自己所有积蓄都拿出来。没想到他们全在一起算计我。
我这些年来的隐忍和退让，自以为是的为家人付出，想想都觉得可笑。既然他们都这么会为自己着想，打着我积蓄的主意，那我为什么不会为自己着想？他们在里面议论的声音还没有停止，我心里的计划渐渐成型。周日下午，我一大早就出门，在爸妈家楼下等着他们出来。妈妈一见到我，笑容立马挂在脸上，把手里的东西递过来给我，说：“这么早，肯定还没有吃早餐吧？我给你煮了你最喜欢吃的玉米，赶紧趁热先吃了。”我接过玉米，一摸还热气腾腾。可是我从来没有说过喜欢吃玉米，是大哥最喜欢吃。爸妈每天去菜市场都买玉米，说我们兄妹都爱吃。为了不让他们扫兴，我一次都没有反驳过。大哥大嫂很快在后面出来了。大嫂兴许为了昨天我临时爽约的事情不高兴，看到我脸色一沉，转身就上了我的车。当初买车的时候，全家都不答应，说女孩子不用买车，等到结婚了，老公会买给我。我当时只以为他们在开玩笑。我做销售的，经常要跑外地去见客户，去工厂跟进订单，有车会方便很多。现在想起当初提车回来，爸妈先是一愣，接着说我乱花钱，怎么不把钱都攒起来？我还以为他们心疼我钱不够用，原来是责怪我怎么不省吃俭用，把钱都攒起来给我大哥。昨天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后，这些年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昭然若揭。一家人都利落上车了，车内的气氛喜气洋洋。大哥坐在副驾驶上，摸着内饰不住地赞叹说：“这车真不错，好一点的车内饰就是高档，坐着都舒服很多。”爸爸清了清嗓子说：“你那辆车也挺好的，只可惜是辆二手的，车龄有点久了。”我不置一词，要是我接过话，下一句肯定就是问我能不能跟他换车开了。我凭什么要跟他换？大哥的二手车还是爸妈出钱买的，我的车是花我自己的钱买的，合住他想不出一分钱，同时借爸妈的口来换我的新车开？做梦！见我迟迟不说话，大嫂开口了：“云安这车是比我们那辆好多了，正好我也快生了，要不我们换车开吧？这样以后孩子出行坐着也舒服一些。”我直接拒绝，不换。没想到我这么干脆的回绝，车里瞬间安静下来，大哥脸色立马黑了2分。我扫了一眼中间后视镜，嫂子的脸色十分难看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妈妈打破僵局，说：“不换就不换吧，你也别这么直接拒绝，都是一家人，搞这么尴尬多不好。”嫂子嗤笑一声说：“我这是为了妹妹好。别人看到妹妹没结婚又开这么好的车，指不定会在背后怎么议论她呢。不过她不领情就算了，说多了好像我打她车主意似的。”大哥侧身一个眼神警告大嫂，又和颜悦色对我说：“你大嫂跟你开玩笑呢，别往心里去。”我微微一笑说：“到了，大家下车吧。”大家高兴的一溜烟下车。很快发现附近没有银行，妈妈奇怪地问：“安安，是不是搞错地方了？这也没有银行啊？”我笑着指了一下背后的医院，说：“谁说我们要去银行了？我这周仔细想过了，就算我给大嫂转50万做生育保障，也不够未来的小侄子侄女花销的。大嫂说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，那生下来肯定要喝进口奶粉。大一点还要请早教老师，幼儿园肯定要上双语的，这样从小就学英语才能比其他小朋友厉害呀。至于上好的小学，我们家附近都没有好小学，那只能买好的学区房了。可是大哥的工资哪里买得起学区房？所以我慎重想过了，既然没有能力让他赢在起跑线上，那就尊重大嫂的意见。这也是大嫂说的，
没有生育保障，干脆就打掉。这家私立医院有一个产科医生，医术特别好，院长重金聘请回来的。我已经提前打过招呼了，想必大嫂打胎肯定顺顺利利的。大嫂脸刷的一下瞬间白了，连忙捂着肚子说：“谁说我要打胎了？孩子都这么大了，我怎么可能打胎？你这不是想要我的命吗？”妈妈将她挡在身后，责骂我说：“你怎么心这么狠，让你嫂子去打胎？那可是你未出世的侄子，我的大孙子，不是让你转钱吗？怎么把我们带到这种地方？”爸爸指着我，面皮颤抖，憋红了脸，说：“全家都等着这孩子出世，这是我们王家的香火。你这个做姑姑的到底是什么想的？”我冷下脸说：“我可都是为你们这个大孙子在考虑。况且打胎可不是我说的，是大嫂自己提出来的，钱我一分没有。孩子在他肚子里打不打都是他的事，我可不敢逼他。”见我变卦，大哥彻底不装了，冲过来骂我：“你怎么这么狠毒？不就是50万吗？犯得着全家来求你吗？不给拉倒，正合我意。”我上车直接开走了。后视镜里看到他们在原地气急败坏，回去后我就拉黑了全家的联系方式，落得个耳根清净。期间妈妈也用陌生号码给我发过信息，又是那套大嫂拿不到50万生育保障，在家闹着要离婚的说辞。只是我不会再上当受骗了。见我无动于衷，又开始打感情牌。爸爸换着号发信息，说他和妈妈晚上想我想到睡不着。他半夜起来上厕所，看到我妈看着我的照片抹眼泪，担心我在外面吃不好穿不暖。饭桌上也听到大哥在叹气，说当时不应该一时上头对我说重话。我又不是死了，要是他们真的想见我，这几个月来一趟我的出租屋不就行了？要是真担心我过得不好，嘘寒问暖不如打笔巨款，何必浪费口舌？我才发现，原来只要我还有用处，他们肯定还会联系我。如果我毫无用处呢？还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嘴脸。好不容易等到休息日，本想好好睡一觉，弥补一下这些日子来的忙碌疲惫，结果一大早就被吵醒了。我透过猫眼一看，正是提着水果上门的爸妈。我站在门后犹豫了好一会儿，看着他们忧愁的面容，想必是遇到什么要紧事，最终还是心软开门。进门一坐下，妈妈就开始苦着脸掉眼泪，爸爸不住的长吁短叹，估计见我一直都没有问。妈妈坐不住了，抽抽噎噎地说：“你大嫂因为情绪波动太大，提前生产了。这是不怪你，就是这孩子免疫力低下，3天2头生病进医院。你大哥为了这个孩子下了班还去跑滴滴，就是想多赚点养家。人都瘦了一大圈，都是被这孩子拖累了呀。我们来就是想问问你，能不能先借点钱给你大哥？你手头宽裕，让他缓解点压力，不用那么辛苦。”三言两语下就将所有问题都推到我身上。孩子的生病跟我有关系，孩子他爹不够钱养孩子也是我的错。我冷着脸看他们，问道：“借多少？”他们没想到我这么好说话。爸爸高兴接过话说：“不多，借个30万就够了。”真当我是冤大头。末了，爸爸还继续打感情牌：“我对你们兄妹从小就是一样的，要不是你大哥遇到困难了，我肯定不会找你借钱的。你大哥也不容易。”我冷笑说：“我也不容易，现在住的房子还是租的呢，不像大哥有全款房车。我现在每个月不仅付房租，还要还房贷，工资刚刚够花。要不你们也帮我去跟亲戚借点，让我缓解一下压力。”妈妈瞬间变了脸，尖叫道：“房贷？什么房贷？”爸爸抢着说：“你不会真拿那钱去买房了吧？全家都等着你这钱用呢，你怎么能拿去买房呢？
上次门口偷听已经让我清楚爸妈内心的真实想法，但是等他们真的摆在明面上，我难免会心痛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努力平静地说：“是啊，我没有大哥那么好命，只能自己买房。现在房子还要明年才能交付，房贷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了。你们要是真的心疼我，快帮我的房贷想想办法吧。”没想到这几句话一下子就激怒了他们。妈妈激动地跳起来说：“你怎么那么自私？那50万是我们的钱，你怎么能拿去买房呢？你也太离谱了！全家等着用这笔钱，你居然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就擅自拿这笔钱去买房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别人家的女儿都是每个月往家里汇钱，你没有汇钱就算了，还把钱都拿去买房。你买房干什么？这不是便宜了以后的老公吗？这下是彻底没得谈了。”我黑着脸呵斥着将他们赶了出去。他们临走前还不忘将带来的水果拿走。没想到没过多久，我收到一封起诉信，父母要起诉我不赡养老人，要求我将买的房子卖掉，送他们进高档养老院住。我看着信上面不标准的格式，公章模糊得看不清是什么律师所。爸妈年纪大，压根不懂这些，不用想，肯定是大哥的主意。每次都是他借着爸妈的口向我要这样那，拿到成果后还假惺惺地说都是爸妈的想法，他也不想这样的。我将爸妈的微信移出黑名单，点进他们的朋友圈，才发现最近他们发了很多责骂我的动态，每一条都指责我有多白眼狼，尽心尽力将我抚养这么大，我毫无感恩之心，乌鸦尚且反哺，而我只自私自利，从来不为家里着想。我如何不寒心？想当初大哥要娶大嫂的时候，大嫂说要是城里没房就分手。爸妈那段时间每天愁眉苦脸，说钱不够，在家唉声叹气，看得我心里不是滋味。那会儿我刚开始做销售，业绩也不好，帮不到家里什么忙。面对爸妈借钱的恳求，我二话不说，找好友加上贷款凑了10万给他们。当时爸妈嘴上说我是最孝顺的孩子，这钱一定会还给我，后来却一直没再提过这件事。转头大嫂进门，狮子大开口要38万彩礼。爸妈在我面前吐槽大嫂不知足，是个福歌魔，怂恿我去骂大嫂一顿。我傻乎乎的当了这个出头鸟，在大嫂面前义正言辞地说她拎不清，不为未来的小家着想，为此得罪了大嫂。结果第2天，爸妈就去银行取出了他们的定期，红光满面的把38万彩礼一分不少的交给了他。婚后大嫂没少作妖，爸妈每次在我面前叹气，我都义愤填膺地替他们出气。到头来，他们和和美美一家人，而我独自一人站在这个家的对立面。这些年，我一直都觉得爸妈厚此薄彼，只是我心里不愿意承认。现在不得不面对事实，既然他们都这么对我了，我也没必要留面子。我拿着这张假起诉信发到家族群里，同时还将自己这些年父母从我这届走没还的钱、过年过节的大额转账都一一发出来，并且细数这些年的不公平待遇。很快就炸开了，不少长辈和同龄人都纷纷出来说话。堂叔，安安每年都给家里这么多钱，还要被你啊！王平起诉，要是我闺女有这么懂事，我都该偷笑了，哈哈。堂妹，爸你什么意思？我虽然没有什么钱，至少没有给你拖后腿吧？我听说堂哥之前买房娶老婆，可是把三伯他们的积蓄都掏空了。这种啃老的事，我可做不出来。当年堂婶生了堂妹之后，身体一直都不好，堂叔为了不让她再受罪，就去结扎了。爸妈就一直嘲笑我，堂叔家就生了一个女儿，
这些年没少冷嘲热讽说他们家断根，还说我堂叔努力这么多年都便宜别人。我每次都劝爸妈别这样说，他们却不当一回事的一如既往。这下堂叔家总算逮到机会出一口恶气。紧接着姑姑也发消息，我点开她长长的一串语音，语气对我满是责备说：本来女儿就是该帮着家里的呀，云安你怎么能这样说你爸爸呢？你爸妈养你长大多不容易，你现在工资那么高，每月就应该自觉上交工资的，怎么还要你爸找你借呢？你也太不懂事了，一点都不知道感恩，太自私了。我就不会像你这样，当年我没有嫁的时候，每个月的工资只留下吃饭钱，剩下的都是转给你奶奶补贴家里，这才是做女儿该有的样子。听得我火气直接往上窜，我直接开怼：姑姑，你不知道吧？我爸妈第一次找我借钱的时候，还跟我埋怨说你吝啬，找你借点钱都舍不得，嫁了人了就不顾娘家。我爸还说，当初你嫁人的时候彩礼要太少了，他差点不够钱娶我妈呢。这些年你每次提礼盒上门，一关门，我爸妈就嘲笑你的东西寒酸送给狗都不要，说你嫁的家庭太穷，这些年都没给娘家带来好处。姑姑从小就偏疼大哥，每次见到我哥，又是新衣服，又是城里的零食，还说这个家以后都是靠我哥。姑姑明明就是个女人，却又被驯化的看不起女人，还觉得女人就是应该一直给家庭付出，真是可悲可叹。这话刚一发出去，我爸妈立马在群里喊我让我撤回，我全视而不见。姑姑的火焰一下就熄灭了，发了好几个流泪的表情，说：三哥，我这些年被婆婆骂了多少次，你有什么困难我借钱都要帮你，你居然这样说我，你太伤我心。爸爸回复道：没有的事，你别听他乱说。我快撤回。妈妈紧跟其后说：阿弟，我真的没有这样说过，这些年你对我们的帮助，我们都很感激的。他疯了，你千万别听他污蔑我们。还有其他长辈回复我，大堂哥一副老成的样子，语重心长地说：父母生你养你不容易，你有能力了就应该好好回报他们，不回报就算了，怎么还把家里的事拿出来说呢？我明明记得你小时候又乖又懂事的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我冷笑着快速打字回复他：堂哥，大伯伯母给你买房买车，又给你带小孩，怎么小孩一上幼儿园就立马把他们赶回乡下？父母在你眼里就是工具吗？要用的时候拿在手里，不用的时候一脚踹开。大伯伯母回村的那天，全村人都在背后说你是白眼狼。我明明记得你小的时候，长辈又乖又懂事的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还有不少亲戚在群里发表意见，有开明的支持我十分义愤填膺，有封建不开化的指责我不懂事太自私。本来我发这些就已经做好被围攻的准备，也没想谁会来帮我说话，目的只是想让好面子的爸妈在亲戚面前丢尽脸面。家里现在的房子30一厅，之前大嫂怀孕的时候就明里暗里说孩子出生了，房子人多太挤，现在还好说，估计等孩子稍大一些，爸妈就会被大哥大嫂赶回村里。现在亲戚那边都知道爸妈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们又好面子死活不回去。自从嫂子嫁进来后，就看我不顺眼，不是拐着弯子嘲讽我，就是给我使绊子。我很快就收拾好东西，申请了外地的工作机会，搬了过去。房子我压根就没买，现在存款还攥在我手里。这次我不会再给任何人知道。后来房东联系过我几次，说一对老人3番2次到出租屋那里找我，有一次甚至打算在门口睡了一个晚上，还是房东好心给他们在附近开了房间，让他们到那里住一晚。
我将房钱双倍转回去给房东。没想到我家里的事连累他替我操心。后来爸妈见我真的不住那里了，便再也没有来过。我是他们的孩子，即使他们对我有多不好，我也不能真的和他们一刀两断。后来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从网上买米面粮油回去，至于打钱是不可能了。转钱给他们，无非就是倒把手给我大哥罢了。他们也有退休金，足够他们花销。至于是不是拿来补贴他们那不成器的儿子，便在与我无关。我在远离他们2000公里的地方安了家，也庆幸大学的时候迁了户口，从此便是一个人的安逸生活，以后再无纷扰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姑姐抢先占用了我给女儿起的名字。我给未出世的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徐墨。姑姐知道后，抢先给她女儿上了户口，还假惺惺地对我说：“名字嘛，就是一个代号，你再起一个不就得了？”从我结婚后，姑姐就处处想压我一头，占我家便宜。我表现得毫不在意，关心说道：“哎呀，我请人算过了，说这个字跟墨谐音，寓意不好，我都放弃了。你怎么倒用上了呢？离预产期还有3个月，我终于给女儿取好了名字，徐墨，寓意冰清玉洁、纯洁美丽。我把这个名字告诉丈夫徐家平，他也很是满意。这个名字好，简单又少见。说完，他就把这几个月我们给孩子起名的笔记本拿了出来，你瞧瞧，满满登登2大页，这名字起得可太不容易了。我感慨着，对呀，字典都要被我翻烂了。我满意的靠在床边，轻轻抚摸着肚子。这是我第2次怀孕，上一个宝宝跟我没有缘分，停错了位置，因为宫外孕离开的那个宝宝带走了我左侧的输卵管。这次能够自然受孕，也是我们的运气，所以我格外珍惜这个孩子。在去香港旅行时，顺便做了性别检查，无论男女，都是我的宝贝。提前知道孩子性别，是为了更好地准备婴儿用品。所以当我知道肚子里是个女儿的时候，就开始查字典，给她取名字。一想到女儿的名字是我跟老公自己取的，我就觉得很有意义。周末家庭聚餐，怀孕的姑姐也来了。饭桌上亲戚问到孩子的名字，徐家平快人快语地说了出来。我们决定叫徐墨，寓意纯洁美好的女孩。亲戚夸赞，好听，这个字少见，肯定重名的也少。姑姐徐家慧却撇撇嘴，表示不满，听起来普普通通。我便立马问她：“姐，你家宝宝打算起个什么不同凡响的名字呀？”她酸着脸说：“我们还没想好呢，到时候再说。”我笑着看看徐家平，他也是一脸无奈。姑姐这是2胎，预产期比我早2个月，聚餐后没多久，姑姐就如愿生了个女儿，这可把婆婆高兴坏了，逢人就夸，还是我闺女有福气。这下儿女双全了。因为老家讲究孕妇不能去看望产妇，所以直到姑姐出月子，我才见到她和她的女儿。那天姑姐一进家门，就分外热情，抱着孩子往我跟前凑：“哎呦，快让舅妈看看我们小许墨。”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便问道：“你说孩子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叫许墨呀。”姑姐笑盈盈地看着我，露出几分挑衅的神色。我的脸色顿时僵住了。徐家平也十分震惊地看着他姐：“我们孩子叫徐墨，他的孩子叫许墨，要说他不是故意的，你信吗？”徐家平忍不住抱怨姑姐：“姐，你怎么回事？明明这个名字是给我女儿起的。”姑姐一脸无辜地说：“那怎么办？我们都已经上好户口了，不好再改了呀。”徐家平一听已经上了户口，便不好再说什么，坐在饭桌旁开始生闷气。姑姐转脸又假惺惺地对我说：“名字嘛，就是一个代号而已，
你再起一个不就得了？我气得暗自咬牙，脸上却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说道：哎呀，我请人算过了，说这个字根末谐音，寓意不好，我都放弃了。你怎么倒用上了呢？姑姐一听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她怀里的许墨也不合时宜地开始哇哇大哭。我又补刀说道：姐，你快看，宝宝自己也不喜欢这个名字哟。姑姐的表情顿时比吃了屎还要难看，倒是徐家平嘴角露出一抹笑，用赞许的眼神看着我。婆婆听见了，连忙从厨房钻出来说我：茉莉，你咋这么不会说话呢？非得惹你姐不高兴。我装作无辜的样子说：忠言逆耳呀。再说了，谁知道我姐会暗戳戳用了我起好的名字呢？她但凡告诉我一声，我也能劝她一下的。徐家平也插了一句：这下好了，改不了喽。我毫不掩饰自己幸灾乐祸的表情，往椅背上一靠，舒舒服服地看着姑姐难受。她气得不轻，硬从牙齿缝里挤出几个字来：谁说名字不能改？容易得很。我和徐家平又是相视一笑，能改就赶紧改了吧。这个名字啊，晦气。我也不想说话这么刻薄，但这姑姐实在不是个东西，活脱脱一个搅家精。自从结婚以后，我就发现姑姐处处都想压我一头，不仅想压着我，还想压着徐家平。她常说，要不是因为爸妈生了家平，把钱都花在她身上，我早就上大学了，说不定还能出国留学，定居国外呢。姑姐说这种天方夜谭，目的很明显，她就是想让徐家平感到愧疚，好被他拿捏。说的难听点，就是为了方便占我们便宜。她生头胎的时候，我跟徐家平刚结婚，她生完顾不上休息，立马给徐家平发微信：恭喜老弟，你当舅舅了。随后便发了一款周大福的金锁吊坠的链接过来，你外甥洗净脖子等着戴金锁呢。徐家平当即答应下来，好的，舅舅给他买。姑姐这下满意了，一下子花出去小半个月的工资，我还是有点心疼。没等我心疼完，姑姐又给上发来一个链接，是儿童黄金手镯。恭喜茉莉，你当舅妈了，你外甥的手腕有点凉呢。说着还发了个捂嘴笑的表情。我没有回复，当即把手机扔给了徐家平。徐家平看到这信息脸都绿了，半天憋出一句：别理他。见我没理他，姑姐坐不住了，又发了一条消息：小外甥心疼舅妈，手镯我们只要一个就好了。原来他还想让我买2只手镯。我点开淘宝，买了一副小手套，然后截图给他，手冷的戴手套，已经下单了，不用谢。姑姐没再回复我，也是从那次之后，她开始人前人后针对我。大多数时候，我都看在徐家平的面子上忍了，但女儿名字的事，我真是忍不了。听婆婆说，姑姐回家之后气得牙疼，连夜到处打听，找人帮她女儿改名字。哼，我起的名字，我用不了，那她也别想用。后来姑姐女儿的名字改成了许诺，名字虽然改了，但姑姐心里憋着火，总想借机给我点气受。我快生的前1周，她又跑来家里吃饭，饭桌上她故意说起我女儿的名字，宝宝的名字应该让我爸来起，这样才算是孝顺老人，也是一种传承嘛。公公虽然没说话，但从表情看得出，他也想给宝宝取名字。我不打算拿自己的孩子做人情，于是坚定地说：我自己生的孩子，名字怎么起，当然由我说了算。姑姐看了眼公婆，夸张地说：你也太不孝顺了，这是得看长辈的意思，姐夫的爸妈不都活着呢，你怎么不让他们给你女儿取名字？姑姐急了，情况不一样，确实不一样，一个是你女儿，一个是我女儿，
插手别人的事，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了。姑姐好没意思，闭着嘴开始吃饭。公公铁青着脸，一声不吭。我看看徐家平，他倒跟没事人一样，大口啃着猪蹄，真是个大猪蹄子。吃完饭，姑姐钻进婆婆卧室蛐蛐了半天。我不反对他们母女情深，但他俩聚在一起，肯定憋不出什么好屁来。果然，姑姐临出门时对我说：“茉莉，你也是结婚过日子的人了，别总是乱花钱。”我看着她，冷哼一声，可她没眼色，还要坚持说下去。孩子的东西都没必要买，过几天我收拾一包我儿子的衣服给你拿过来，都还新着呢。至于其他的，就让你妈来准备吧，毕竟她也是孩子姥姥。我都懒得听她说完，便直接开怼：“妈，这不是活生生站在这里吗？你怎么当她死了似的？”婆婆听得瞠目结舌，没想到我把她也拉下水来，连忙说：“你怎么说话呢？”我不理她，双手叉腰，继续对姑姐说：“你也是嫁出去的女儿，泼出去的水了，别整天想着掺和娘家的事，免得惹人嫌。也不知道心疼一下你父母，明知道他们老了得靠儿子，你还天天跑来挑拨离间，生怕我们婆媳关系好了，你没地儿立足了是吧？”姑姐气得脚后跟倒地，冲着徐家平嚷嚷道：“你是死人吗？没听见你老婆怎么说我的吗？”徐家平不耐烦地看着他：“这不都是你自找的吗？实在闲得没事干，就找个班上吧。”这下可捅了马蜂窝。姑姐坐在地上开始干嚎：“你不就是上了大学，有个好工作吗？就开始瞧不起你姐了？”徐家平冷眼瞧着她，手里的游戏没停，压根没有要拉她起来的意思。婆婆倒是急坏了，一边扶她，一边说：“徐家平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就你长嘴了。”说完，她还瞪了我一眼：“她这不是打黄牛、惊黑牛吗？”我一边用手机拍姑姐撒泼的样子，一边回击：“我们不仅长嘴，还长脑子，偏偏不上她的当，想搅和我的日子，没门儿！在我眼里，姑姐就是又菜又爱玩，关键还输不起。”婆婆好不容易哄好姑姐，让她先回家去了。姑姐前脚走，我后脚就把她撒泼的视频发到了亲戚群里，同时还转发了好几个情感博主的视频，挑事姑姐的共性。各自成家后，姑姐记得把握分寸，儿女不和，老人无德。姑姐和弟媳关系不好，吃亏的是谁？这一连串操作下来，群里顿时比过年还要热闹。三舅妈着急地问：“茉莉，你姐这是怎么了？”二姨也紧跟其后：“佳慧，别再哭了，有什么事情好好说呀。”就连外出钓鱼的公公也赶忙打电话给婆婆：“我才出来一会儿，你们怎么又闹起来了？”婆婆无辜地说：“不关我的事呀，我又没有跟她吵。”我提醒她：“你是没跟我吵，你不是让你女儿替你冲锋陷阵的吗？反正我不受气，我也不怕丢人。你们要不想让亲戚看笑话，以后就少惹我。”婆婆可怜巴巴地看向徐家平，徐家平语重心长地对她说：“你以后是要靠我养老的，不得跟儿媳妇搞好关系吗？一天少听我姐胡咧咧。”婆婆气得直抹眼泪：“我以后不靠你们，动弹不了我就去养老院。”我无情地戳破了她的幻想：“你这个年纪的天真是最可怕的。普通养老院根本不接收摊巴老人，接收摊巴老人的养老院，一个月就得好几万块钱。就这你照样得挨护工的嘴巴子。”婆婆立马拍着大腿开始嚎丧：“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啊！”我见状，赶紧把手机凑了过去：“来来来，开始，让亲戚们都看看徐家慧撒泼打滚的那一套，都是跟谁学的。”婆婆的动作一僵，挣扎着起身：“不哭了。结婚这几年，姑姐大大小小
给我添了不少恶心。这次总算扳回一局，我可高兴坏了。晚上，徐家平轻轻摸着我的肚子，跟宝宝说着话，我趁机给他吹枕头风。你姐这么3天2头的挑事，也不是个办法。你给2个老人看病买药养老，他每年只买几件衣服，结果孝顺的名声倒是让他得了，你不亏得慌吗？徐家平叹口气，闷声说：“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当然有办法了，让他知道我不是好欺负的，他自然也就不敢欺负你了。这次他长记性最好，如果不长记性，还敢掺和我们的事，那我一定会好好教训他。到时候你可别心疼。”徐家平无所谓地说：“我心疼他，谁心疼我？你教训他，别再教训我就行。”要的就是徐家平这个态度。我不想为难姑姐，但奈何他却拿我当傻子。我剖腹产生下了女儿，取名徐锦。给女儿办满月酒的时候，亲朋满座，很是热闹。当着一众亲戚的面，姑姐拿出一个品牌的首饰盒递给我，喏，这是给我侄女的礼物。我虽然没你们有钱，但到底是我亲侄女，我可不能亏待了她。我打开一看，是个挺大的金锁，还配了金链子。亲戚们看姑姐出手大方，纷纷称赞她：佳慧到底是做姐姐的，对弟弟可真大方。茉莉，你看你姐这么好，以后2个人就别再闹别扭了。婆婆心疼地问：佳慧，这么大的锁，得花不少钱吧？姑姐骄傲极了：是新的，6000块钱呢。我心想，难得姑姐大方一回，正要谢谢她呢，却发现手里的金锁有些异样。这个锁明明跟家平送给外甥的一样大，但放在手里重量却轻了很多。我心里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谢谢姐，真是让你破费了。我嘴上表示感谢，眼睛又细细找了一遍，发现金锁上也没有钢印，看来这锁未必是真黄金。但如果我把锁拿回家验过以后再说是假的，以姑姐的德行，肯定不会承认，说不定还会一口咬定是我调包了。那时候我岂不是得吃哑巴亏？所以我必须得当着大家的面把这个烫手山芋还回去才行。正当我的 CPU 高速运转时，服务员来上菜了。我一看是干锅牛蛙，心里顿时有了主意。趁服务员把炉子放上餐桌，转身去端牛蛙的空档，我赶紧起身，假意去帮忙。然后一个不小心，手里的金锁便掉在了炉子的火焰上。姑姐急得站了起来，三舅妈倒是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没事儿，真金不怕火炼，不要紧的。”说着，她就递了双筷子给我。我装作笨手笨脚的样子，好几下才把金锁捞起来。我故意用筷子把金锁挑得高高的，让大家都能看到。金锁已经烧黑了，姑姐的脸色此时比假金锁还要黑。一众亲戚心里也都明白了，有人瞠目结舌，有人暗自偷笑，就是没人说话。我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这固态酒精这么厉害，都能把黄金给烧黑了。”刚好喝多了酒的徐家平正从我身后走过，听到了我的话，他立马嘲笑说：“你可真是一孕傻3年，这压根不是黄金，黄金怎么烧都不会变色的。”看大家面色有异，他才反应过来，小心翼翼地问我：“这假锁是哪儿来的？”我一边把锁装进盒子里，一边回答：“这是你姐送给你女儿的。”这话让徐家平的酒醒了一大半，他怔怔地看向姑姐，一句话不说，眼神复杂极了。婆婆怕闹起来，连忙起身打圆场：“你姐肯定是被骗了，我一会儿就跟她去找卖家理论。”我立马阴阳怪气：“是吗？那你可一定要带上我，我能说会道，咱们人多力量大。”婆婆被这话噎住，一双豆豆眼来回在徐家平姐弟俩脸上看着。
我是个适可而止的人，并不想让女儿的满月宴变成一场闹剧，于是拍了拍徐家平的手臂，轻声说：“你先去招呼客人吧。”他嗯了一声，阴沉着脸走开了。我把盒子还给姑姐，冷着脸说：“我女儿金尊玉贵，不带假货，你自己留着吧。”婆婆也慌了神，急着替姑姐解释：“哎呀，你姐日子紧，手里没闲钱。”一时，姑姐一个眼神就让婆婆明白自己说错话了。婆婆讪讪地闭上了嘴：“你倒是会过日子，当年让我们给你儿子买金锁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让买个假货呢？”我把盒子丢在桌子上，姑姐默默拿了回去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我终于物归原主了。姑姐难堪极了，却无力回天，只能在亲戚们揶揄的眼神中干巴巴地坐着。刚刚说话还底气十足的她，这会儿却如坐针毡，不敢再看我一眼。因为姑姐，我时常怀疑，除了人性本善、人性本恶以外，是不是还有第三种可能，人性本贱？最近姑姐终于不三天两头来烦我了，日子刚舒坦了2天，婆婆就变了，变得分外热情。每天下班前，婆婆都会早早打电话来问我想吃什么。我可不觉得她是想通了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还差不多。下班回来，婆婆笑呵呵地端来一盘车厘子给我吃，个大又饱满，看着就新鲜。这是婆婆做梦都舍不得买的水果，今天怎么这么大方？茉莉，你尝尝这个樱桃怎么样？我满心疑惑，拿起一颗放进了嘴里，等待着婆婆的下文。果然，婆婆讨好似的说：“东东快上小学了，你姐想让孩子上个好点的学校。你看，你的学区房不是空着吗？”我立马把那颗樱桃从嘴里弹射进了果盘。我不吃，让她少打我的主意。婆婆脸色僵住，就是用个学位而已，不耽误什么的。怎么不耽误？你老糊涂了是不是？东东和锦儿的年龄差了不到5岁，他腾不出学位来，到时候锦儿上学怎么办？哎呀，以后的事，以后再想办法。你们能想个屁的办法？娘俩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自私自利的东西。我从没对婆婆说过这么重的话，但我觉得她越来越过分了，竟然连亲孙女都不顾。我不翻脸还等什么？现在的年轻人都是人穷志不穷，但姑姐偏偏又穷又贪，什么便宜都想占，真是让人厌恶。没让姑姐用我的学区房，婆婆和我也翻了脸，整天不是腰酸就是腿疼，反正不能帮我带孩子了。我也不指望她带着孩子直接住回了娘家，每天有可口的饭菜吃。我爸妈带孩子还更用心，多好！谁知第2天，徐家平也背着一包衣服住了进来，委屈巴巴地说：“老婆，你不会是想去phụ留女吧？你连你妈都搞不定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老婆，你别这么说。我知道我在婆媳关系上显得很无能，但别的事我绝不掉链子，我一定好好表现。”我上下打量他一下，185的大高个，棱角分明的脸，清澈愚蠢的眼神，婚后还能有8块腹肌，算是好看了。行了，我也知道你那核桃大的脑人对付不了你妈和你姐，安稳在这儿待着吧。好嘞。徐家平如释重负，酷酷就干了2碗饭。我妈看着女婿饿了3天的样子，心疼的只给他夹菜。人要学会放过自己，就像徐家平一样，哪儿舒服往哪儿去。原生家庭令人窒息，解决不了就躲远点，从来不内耗。毕竟，不见面就能有个好心情。而且有些人和事，晾着晾着，自己就烂了。我在娘家住了几个月，拒绝和婆家有任何联系。从徐家平口中得知，姑姐的公公得了重病，
瘫痪在床。姑姐舍不得耽误老公许强的工作，就每天叫自己亲爹去给她公公翻身、换尿布。公公原本酷爱钓鱼，但为了照顾姑姐公公，鱼也不钓了，每天2趟来回跑着。你爸可真行，也不嫌累，这点其实让我挺佩服公公的。老父亲能为女儿做到这样，真是不容易。但有些事往往过于出人意料，以至于婆婆后来当场被气得心脏病发作。原来姑姐的公公最近去世了，公公也恢复了以前的日子，早上吃过饭就拿着渔具出门，一直到深夜才回来。婆婆一开始并没有多想，直到有一天，她上街遇到了公公的钓友。那个老头热情地拉住婆婆问：“你家老徐最近怎么不来钓鱼了？打电话也总是不接，他到底忙啥呢？”婆婆这才知道，公公已经好久都没去钓鱼了。她这下心里犯了嘀咕，难得聪明一回的她，没有立即发作，而是选择第2天偷偷跟踪公公。很快真相大白，公公拎着渔具来到了一座居民楼，掏出钥匙直接进了门。这个地方婆婆也认识，是姑姐婆婆的家。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正犹豫着要不要给你们打电话，结果就看到那个贱人挽着你爸的胳膊出门了。挽着胳膊呀？我和你爸一辈子了，从来没有挽过胳膊，在外面走路都是一前一后的走。婆婆哭得停不下来，我急着听后续，忍不住追问：“然后呢？”我妈白了我一眼，把纸巾递给婆婆说：“亲家母，你别急，慢慢说。”3个人撞了个正着，姑姐婆婆吓坏了，连忙躲在了公公身后。公公反而黑着脸质问婆婆：“你来这儿干什么？”婆婆哭也哭了，骂也骂了，街坊邻居也都出来围观了。原本以为公公会碍于面子跟她回家，谁知道捅破了这层窗户纸，公公倒是什么都不怕了。他扯着嗓子喊：“老子就是要跟慧芳在一起，你要是受不了，咱们就离婚。”从那天起，公公彻底开始不回家了。儿子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啊？婆婆无助地看着徐家平，徐家平的眉头早就拧成了麻花。这事儿我姐还不知道吗？她知道了，可她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啊。你姐夫因为这事儿要跟你姐离婚，说你爸是流氓、老色鬼，还说要宰了你爸。你姐现在哪儿都不敢去，一天24小时的守着他，生怕他把你爸怎么样。我心里不禁感慨，这真是一团乱麻。乱点好啊，乱了就没时间找我麻烦，给我添堵了。徐家平是个单线思考的动物，多一个弯儿都转不过来，他哪有聪明才智解决这么棘手的问题？婆婆见儿子半天想不出办法来，又哭着看向了我：“茉莉，咱们家就你最聪明了，你快给妈想个办法，妈现在到底该怎么办？”所有人齐刷刷把目光投向了我。我抿了一口茶，缓缓说道：“让男人回心转意的方法我没有，但如果我是你，现在立马回家，把所有存折、银行卡都收好，尽量把钱都转到自己名下，免得人财两空。”婆婆愣了一会儿神，擦干眼泪就拽着徐家平回家去了。目送他们出去，我妈问我：“你不跟去看看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无非就是钱没了，或者钱还在背。我跟着去也没用。再说了，我婆婆哭个没完，我脑袋都快疼死了。你看不出来吗？看不出来，我就看你听得津津有味，生怕这事不够精彩。”公公心如磐石，非要跟姑姐婆婆过日子，并提出要分夫妻共同财产。我婆婆呢，也铁了心不离婚。她见挽回不了公公的心，就开始转移财产。城里这套房本就是在徐家平的名下，没什么好怕的。
至于公婆那些为数不多的存款，婆婆都转到了徐家平名下。公公知道后震怒不已，和婆婆大吵一架。婆婆就是一分钱都不给她，甚至对公公说：“有本事你就让警察把我抓走，否则一分钱你都拿不到。”公公骂骂咧咧地走了，但他没有放弃这笔钱，而是找了个强有力的帮手。姑姐竟然成了公公的说客，上门来劝说婆婆。刚好那天我和徐家平回家去拿衣服，姑姐这出戏就撞在我眼皮底下了。我一进门就听到姑姐在卧室跟婆婆说话，便递了个眼神给徐家平。她秒懂，立马安静听着。妈，我听说你把钱都放在家平名下了，这样也是有风险的。我自己儿子能有啥风险？哎呀，你看看他那个没出息的样，啥事都听茉莉的，根本靠不住。婆婆对脸问：“那你觉得谁靠得住？”你姑姐噎了一下，但还是厚着脸皮说：“反正我比徐家平强，不行你就把钱放在我这儿。”见婆婆不吭声，姑姐又说：“好歹我懂点理财，还能帮你赚点利息。钱在徐家平手里，你可一分钱都挣不到。”我啪的一声推开了房门，冷眼看着姑姐。婆婆慌慌张张地站了起来。自从上次听了我的话，保住了她的存款，婆婆对我就客气了很多，感觉有时候还有点怕我。茉莉，你们回来了呀？姑姐脸色难看地坐着，不说话。徐家慧，妈真是白疼你了，家里出这么大的事，你不关心一下她，连个电话都不打，现在倒惦记上她的这点可怜钱了。姑姐被我戳穿，也不装了，直接破口大骂：“关你屁事！那是我爸妈的钱，你们能拿？凭什么我不能拿？就凭你把爸推到了别的女人怀里，就凭你拆散了这个家！”姑姐急了：“你放屁！这关我什么事？怎么不关你的事了？要不是你非让爸去伺候你公公，他能和你婆婆钻进一个被窝吗？话怎么难听，我就怎么说，为的就是要让婆婆扎心，让她看清现实，知道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其实是姑姐。”姑姐慌里慌张地看了婆婆一眼，又开始嘴犟：“那我也不是故意的，这事儿能赖我吗？不管是不是故意的，这事儿都赖你。拆散了爸和妈，你又想着把徐家平跟妈的关系搞臭，不就是想坐收渔翁之利吗？”姑姐急了，连忙解释说：“你别血口喷人，我可没这个心思。”我嘲讽她：“也是，就你那点智商，你能有多少心思？还理财呢？自己都快穷得叮当响了，你长那理财的脑子了吗？”这话伤害性不大，但侮辱性极强。姑姐直接气得跳了起来：“林茉莉，你别瞧不起人，要不是当年家里为了供徐家平上学，让我早早去工作，我现在也是高材生，也能挣大钱。”我鄙视地说：“是吗？你初中的时候语数英3科都不及格，能上什么大学？家里蹲大学吗？”姑姐气得没办法，冲上来想要撕我的嘴，却被徐家平一把推在了床上。我站在徐家平身后说：“咱们拿事实说话，徐家平就是比你靠得住。你嘴上说孝顺爸妈，一年到头也不过就是买2身衣服，每次回娘家都是连吃带拿的。什么时候见你给过爸妈1分钱？倒是借着买车买房的名义，从爸妈手里也拿走了不少。反过来看看我和徐家平，我俩结婚这么多年，什么时候再问爸妈要过1分钱？2个老人生病、养老、吃喝住行，不都是靠我们支撑着吗？现在倒好，管钱的时候你冒出来了。”姑姐带着哭腔说：“我那不是没钱吗？有钱我能不知道孝敬爸妈？没钱也得有孝心，把自己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，天天跟个搅屎棍一样，搅得几家不得安宁。别一天眼睛盯着爸妈这点养老钱，这钱放在徐家平手里，
永远都姓徐，到了你手里就不一定了。毕竟现在你婆婆就是你后妈，你们才是一家人。我的逻辑没有问题。徐家慧一时不知该怎么反驳，最后她破罐破摔地说：“就是打官司，这钱也有我爸的一份。”婆婆听到这时候，彻底破防了，她一个巴掌扇在了姑姐脸上。打官司？你想让谁跟我打官司？你想让你爸跟我打官司？分了这钱拿去孝敬你婆婆是不是？我算是明白了，你真是没安好心啊，许家慧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没有你这个女儿。婆婆说完，就拿起姑姐的包，扔到了门外。你现在就给我滚！门外的邻居也三三两两地伸出头来看热闹。姑姐脸上挂不住，哭着跑下了楼。徐家平安抚着大哭的婆婆。我坐在床上开始思索，这以后的日子到底该怎么过？怕婆婆出事儿，许家平就留在了家里陪她。没过几天，婆婆亲自来叫我回家了。茉莉，以前是妈糊涂，耳根子太软，受了佳慧的挑唆，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现在我看清楚了你爸和佳慧的心思，他俩没人在乎我，以后我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。我保证，肯定好好带锦儿。以后有孩子在我眼前晃悠，我心里也能不那么烦躁。听他说这些，我沉默不语，没有表态。倒是我妈和我爸安慰了婆婆很久，最后劝我跟婆婆一起回家。看在徐家平的面子上，我搬回了家住。婆婆一改往常的习惯，变得勤快又和善，带孩子也比以前用心了许多。我和徐家平也能安心上班了。时间一晃过去了几个月，正当一切都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，姑姐那边却传来了噩耗。许强跟公公发生了冲突，一气之下将公公从楼梯上推了下去。我和徐家平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公公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。虽然后来他保住了一条命，但却落下了下半身瘫痪的毛病。徐家平知道后气愤不已，报了警。姑姐跪在地上求婆婆和徐家平放过她老公。公婆虽然还没有离婚，但婆婆如今已是心如死灰。家平，这些事就由你和茉莉做主吧，我累了。说完，她就走进卧室，将门反锁上，不再应声。姑姐见指望不上婆婆，只能对着徐家平哭诉：千万不能让你姐夫坐牢啊，不然2个孩子的前程就毁了。徐家平气得脸色铁青：你有什么脸哭？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，现在爸都瘫痪了，你还只想着你男人。姑姐哭得呜呜咽咽，不肯起来。许强此时明白了一时冲动的后果，也跪在地上求徐家平：别的不说，就看你外甥的面子，你放我一马，我许强将来一定当牛做马报答你。我接过话茬：不用等将来，现在就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姑姐急切地问：什么机会？爸瘫痪了，以后谁来照顾他？我们可以不起诉姐夫，但以后得由你们给他养老送终。姑姐和许强愣住了，低下头一声不吭。他俩当然不愿意了，照顾一个瘫痪老人，辛苦费力还占地方。但我也不会当冤大头，不可能让公公浪够了再回家来养老。至于婆婆，她要是头脑清楚，那就踏踏实实的跟着我们过。她要是可怜公公，我就立马送她和公公回乡下老家去，主打一个顺水推舟，尊重他人命运。徐家平也想清楚了，不耐烦地催促道：怎么样，想清楚了吗？是要去坐牢，还是给我爸养老？姑姐不死心，可怜兮兮地对我说：茉莉，你知道我日子也不好过。没等她说完，我就对徐家平说：别啰嗦了，报警吧。徐家平立马拿起了手机：我养，我养，行了吧？姐夫绝望地喊着。我和徐家平对视一眼，
她默不作声，放下了手机。哎，姐夫蹲在地上，痛苦地抓着自己头发。我冷着脸拨通了电话，姑姐急忙阻拦：“我们都答应了，你还要干什么？我叫律师过来签协议。”律师很快赶了过来，当着律师的面儿，我们和姑姐写清楚了公公的养老问题。以后公公的任何事宜都由姑姐和许强负责。如果他们俩离婚了，就由许强独自承担照顾公公的责任，一切医疗和生活开支也是如此。姑姐自愿放弃将来对公婆遗产的继承权。看到最后一项，姑姐咬着嘴唇犹豫了很久，迟迟不肯签字。许强忍不住催她：“你快点签！你把我害得够惨了，难道非要我去坐牢吗？”最终，姑姐哭着签了字。其实，如果一开始姑姐友好地对待我，我并不会和她计较这些事。她和徐家平都是公婆的孩子，理应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。但是她太能做了，坏心眼一个接一个。既然这样，她越想要什么，我越让她得不到什么。之前姑姐搅和得我家宅不宁，如今轮到她自己家乱成一锅粥。她婆婆挺聪明，知道公公瘫痪了，连医院都没去一次。公公出院后，姑姐两口子想把公公送到她婆婆家，结果她婆婆换了锁，闭门不开，压根不见他们，任凭姑姐两口子说得口干舌燥。老太婆就是不开门，死活就是一句：“我和他没有法律关系，只是短暂的交往过。”公公见状，躺在担架上，气得老泪纵横。最终，公公还是住进了姑姐那原本就不宽敞的家。婆婆也几乎和姑姐断绝了来往，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。这期间，姑姐还来过一次，她神色憔悴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。她苦苦哀求：“妈，我实在撑不下去了。我爸瘫痪以后，脾气特别暴躁，真的太难伺候了。你能不能？不能？你撑不住就去找你婆婆。毕竟我老公帮忙照顾了她老公，现在也该她帮忙照顾我老公了。”我默默为婆婆迟来的清醒和果断点赞。姑姐见说不动婆婆，只能哭着离开。公公瘫痪不到1年，突然就去世了。这期间，我和徐家平、婆婆都没有去看过他，只听去过的三舅妈说，许强安排公公住在阳台上，夏天晒，冬天冷，公公可受罪了。而且我去的时候，发现你公公新伤叠旧伤，衣服都遮不住，啧啧，惨忧。这个名字好，简单又少见。而且我怀疑你公公的死多少有点蹊跷，你们不打算调查一下吗？婆婆没这个意思，我一个晚辈也不好做主呀。笑着打发了三舅妈，这件事也就这么过去了。公公到底是不是寿终正寝的，谁在乎呢？早死晚死，都不过是死了一个自私自利、背叛妻子和家庭的老渣男而已。只要姑姐的良心过得去，我的良心也就过得去。时代终会用各种方式淘汰一些违背天理的东西，我等凡人不必多虑。